4月11日的常州奥体中心，夜空被4万多人的欢呼声彻底点燃。这不是一场按部就班的传统足球赛，而是2026年苏超全新启程的开幕式。当熟悉的呐喊声再次划破城市的天际线，很多人可能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这场赛事早已跳出了单纯的竞技框架，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与情绪共振。当晚，歌手周深在微博上连发153个啊，那股子按捺不住的激动劲儿，隔着屏幕都能清晰感知。他直言，在苏超开幕式上演唱，感觉完全不一样。说实话，看到这条动态的时候，我忍不住在心里反复咀嚼这句话。咱们平时听惯了万人体育馆里的精心编排，但把音乐直接搬进带着草皮气息的绿茵场，那种混杂着球迷心跳、风掠过看台的现场感，确实是任何录音设备都复刻不出来的。这153个啊，与其说是词穷，不如说是一种被纯粹热爱击中后的本能诗语。一场区域性联赛能把人的情绪推到这种地步，本身就说明苏超已经不再是比分牌上的冷冰冰的数字，它正在长成一种能让人卸下疲惫、重新找回生活重心的公共空间。数据从来不会说谎，但数据背后的逻辑与温度才真正值得玩味。当晚，江苏超会玩通过大小屏同步直播，把4场揭幕战的血脉奋张、看台上的热泪盈眶，甚至场外文旅市集的烟火气，原封不动地端到了大众面前。酷云与欢网实时收视分别拿下省级卫视第1与第2，江苏广电新媒体矩阵联合 AI 荔枝的网络直播观看人次突破2087.4万，互动量超812万。截至4月12日，自有平台赛事直播关注人次超5000万，原创短视频超1000条，相关话题登上各类热搜热榜204次，全网传播量逼近4亿。这一连串数字乍看颇具冲击力，但细细拆解就会发现，它踩中的正是当下内容传播的底层规律。现在的观众早已不是单向接收信息的被动受众，他们要的是及时反馈，是弹幕里的会心一笑，是随时能参与二创的在场感。我个人的感受是，这种大小屏联动加社交裂变的打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宣发范畴，它把一场体育赛事变成了一种数字时代的公共仪式。当数千万人次的注意力在同一时间聚焦，体育的破圈就不再是营销话术，而是用户用点击、转发和评论投票选出的真实选择。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这次苏超在内容运营上是真的懂互联网语境，也把接梗、玩梗做出了专业级的高度。节目组没有走板正刻板的官方宣传老路，而是顺势打造了《我的恋人》是做成笔画传奇侠等系列短视频，把城市性格、球迷文化甚至网络热梗巧妙地编织进足球叙事里。结果呢？首战直接引爆全网，相关热搜轻松突破100次。常州进球冲到微博第2 ，2026苏超今天开赛霸榜抖音第1，周深献唱的话题也稳稳挂在前列。坦率讲，我起初对这种玩梗营销是略带审慎的，总担心过度娱乐化会稀释体育本身的纯粹性。但完整看完这波操作后，我的顾虑被彻底打消了。梗从来不是目的，它只是情绪的载体与共鸣的钩子。当球迷的自发创作与官方内容形成良性互动，当网络语言与地域文化产生化学反应，体育 IP 的年轻化就真正落到了实处。做内容最怕的就是端着，一旦放下身段，用平视的姿态去跟年轻人对话，流量反而会成为水到渠成的副产品。这种不刻意讨好却处处踩中情绪节点的表达，恰恰是专业团队对受众心理精准拿捏的体现。当然，热闹只是表象，苏超的根基从来不是靠话题堆砌的，而是实打实的文化沉淀与地域认同。开幕式的开场设计就很有章法，萌态十足的吉祥物苏嘟嘟一出场就拉满了亲和力，紧接着江苏13座城市的特色音乐次第响起，不是简单的节目拼盘，而像一条无形的丝线，把金陵的厚重、姑苏的婉约、彭城的豪迈、淮阳的温润悄悄缝合在一起。最出彩的是那个用足球轨迹点亮江苏地图的视觉环节，技术感与情怀感并重，传递出一种全省一盘棋的共同体意识。每次看到这种把地方文脉转化为视听语言的呈现，我都会暗自感慨，文旅融合早就过了搭个仿古街、拍个风光片的粗放阶段。真正的融合是把城市的性格写进赛事的基因里，让外地观众在看完一场比赛后，能自然而然地想去走一走、停一停。江苏人做事向来细腻克制，这次开幕式没有追求宏大空洞的叙事，而是用音乐、光影与足球的轨迹，把苏超打磨成了一张可以触摸、可以共情的江苏名片。这种不张扬却有力量的表达，反而比任何口号都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把整场开幕式情绪推向最高潮的，无疑是周深的重磅登场。作为特邀嘉宾，他倾情献唱了苏超主题曲《热烈盛开》与励志金曲《璀璨冒险人》。当我会热烈的热切的盛开，开在荒野，开在小小角落与人海的旋律缓缓铺开，现场那种瞬间安静下来的氛围特别奇妙。体育场通常是喧闹的，但好音乐一出来，它能把几万人的呼吸调到同一个频率。周深在赛前直播里也坦诚，第一次在足球赛事中演唱，跟在音乐厅或大型体育馆开演唱会完全是两种体验。演唱会是观众来听你，而球赛现场你是来融入他们的。他说，希望自己的表演不仅能给赛场上的劲儿打气，也能给生活中默默拼搏的普通人一点力量。这话听着朴实，却特别戳心。我听完那两首歌，最大的感受是，体育与音乐在底层逻辑上是高度同构的，他们都在讲述坚持、热爱与不认输。当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竟然是苏超给的这句话在弹幕里密集刷屏时，你就明白，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嘉宾商演，而是一次集体情绪的精准释放。周深的声音像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一转，就把赛场的热血与日常的坚韧拧在了一起，让人相信平凡的热爱同样值得被隆重对待。比赛踢得火热，场外的城市也没闲着，而且这次是真的把宠粉与惠民做到了骨子里。常州直接推出长保赢球欢乐5条举措，全市地铁公交免费乘坐，发放100万体育消费券，名字中含长威宝的游客免费畅游中华恐龙园。无锡也迅速跟进，面向镇江游客定制4大专属福利，并配套一揽子景区优惠政策。说实话，看到这些政策落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现在的城市运营者是真懂得如何把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过去办赛事，重心全在场馆内的90分钟，如今办赛事，重心早已延伸至街巷、交通、商圈与景区。当因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从网络热梗变成实打实的消费数据与人流轨迹，文体旅商协同就不再是汇报材料里的概念，而是可复制、可迭代的城市运营方法论。我特别欣赏这种算大账、看长远的思维。一张球票的直接收益或许有限，但游客的住宿、餐饮、交通、零售所带来的乘数效应，足以让整座城市焕发新生。体育是引子，文旅是载体，商业是闭环，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赢的不仅是积分榜上的名次，更是城市品牌的长期溢价与民生温度的切实提升。回过头来看2026年的这个春天，苏超交出的不只是一份亮眼的转播数据或热搜榜单，而是一套关于如何让体育回归大众，让城市拥抱热爱的完整实践。周深的153个啊，常州的免费公交，13座城市的音乐接力，还有屏幕上那几千万次点赞与转发，它们拼在一起，就是一个鲜活的、会呼吸的江苏。体育赛事早就不是少数人的精英狂欢，而是普通人寻找归属感、释放压力、重拾生活热情的出口。我始终坚信，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 IP， 不在于它起跑时的声势有多大，而在于它能不能持续提供稳定的情绪价值，能不能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觉得自己是这片看台上不可或缺的主角。未来的苏超肯定还会面临赛程密度、竞技水平、商业反哺等诸多现实考验，但只要你愿意把真心交给这片绿茵场，它一定会用同样的热烈来回应。毕竟，体育最动人的样子，从来不是冰冷的记录或耀眼的奖杯，而是那一声声跨越看台的呐喊，和那一次次为了热爱全力以赴的奔跑。这或许才是我们一遍遍奔赴赛场的真正理由，也是苏超能够越走越宽、越办越厚的底气所在。